若说了解水神，白泽觉得在这个洪荒中能超过他白泽的，也就只有他水神自己了。白泽这次真的是下了血本。他按水神的做事习惯与推算方式，耗费半年推出了水神能够想到的一切选项，再反其道而行之，用一句最安全的地方制定游戏规则。这题我白泽稳赢。水神的选择如果是在第10层高楼，普通聪慧之人思考在5层楼，我本该与水神决裂，在第10层或第9层高楼，但我主动退了一步，回到了第5层。太高太低都不成啊，只有在这里才是最不符水神思考方式之地，才是最安全之地。白泽念及此处，侧躺在那儿一阵大笑，山羊胡须油光发亮，表情也是怡然自得。当真迫不及待的想看这个天天玩化身的水神寻到自己假身之后会是哪般表情。半个时辰到。师兄，这个就是上古的妖帅吗？一百灵鸟般的女子嗓音诡异的在身后响起，白泽浑身的汗毛直竖，元神都像是被冻结了一般。又听一男生轻轻叹了一口气，应该是赌对了，还请师兄出手，扬了吧。善。师兄为什么会选择我给的答案？昆仑山八宝云光洞停云房的角落，灵娥正抱着自己的纤细胳膊思考这个很有人生深度的问题。她觉得有必要搞清楚自己在师兄心底到底是哪般定位。抬头看去，太极图盘旋之下，那名中年道者被阴阳二气紧紧地束缚，从脚踝捆绑到了手腕上，嘴都被堵上了。就听大法师道：师弟，直接打杀这白泽是不是有些浪费？不如将他收入咱们人教，他不是妖帅吗？修为境界也算不错，看家护院也是好的。那中年道者唯一能活动的便是脖梗，此刻连忙点头。李长寿却是沉吟几声，师兄，这不太好吧？这位道友好歹也是上古10大妖帅，当年能跟妖帝鲲鹏同桌而饮的上古大能，让妖帅去给咱们看家护院儿，对咱们人教的形象不太好，会被人觉得咱们太过自大了。大法师点点头，正色道：这般考量倒也不错，虽然妖帝已经陨落，但该给强者的尊重还是要给的。要不问他一声，兴许他愿意呢。白泽，洪荒少有的高雅之士，定是宁死不屈，这个都不用多问的。还是杀了吧，成全了他与上古妖庭同生共死的名声，倒是可以留住他一半的元神，封印进宝珠，还能当一个活着的历史书来用。中年道者双眼瞪圆，眼底满是血丝，面容无比的悲愤。灵娥差点笑出声来，她仿佛能够听到这个道人无声的呼喊：是人不是？你还是人不是？我求求你做个人嘛之类的。大法师又道：这般粗糙的处置也不太好，毕竟他身上没有业障，而且有瑞兽的名头。唉，可惜啊，这只瑞兽早已经化形了。化形之后就有了人样，直接当作食材，确实会影响咱们的道心。先天灵兽据说满身是宝呢。那白泽浑身颤抖，眼角有泪光闪烁。大法师沉吟几声，又道：要不让他进兜率宫做个老童子。嗨，那咱们人教的门槛岂不是又过低了一些？世上这么多生灵都想得咱们家圣人老爷的庇护，这也是一份因果，老爷应该会不喜的。大法师点头表示认可，叹道：也对，咱们人教也无需这家伙出谋划策，有师弟你足够用了。师兄，法宝人这种事，当事人其实是有点介意的。
杀了杀了，一了百了。大法师大笑几声，手指一抬，朝着被太极图倒吊在半空的白泽额头点去。白泽眼角划过了2滴泪，一边疯狂摇头，一边让身体在阴阳2气的束缚之中竭尽所能的颤抖。那个灵娥看到了自家师兄在背后打的手势，果断站了出来，小声喊：大法师，不如让他开口说句话吧。人族有个俗语，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此次也只是威胁了咱们人教，协助了上古妖庭余孽。若是他肯将功补过嘛，咱们也可拿他当个典型，给那些妖族做个表率呢。白泽顿时对灵娥投来了感激的目光。李长寿的左手在背后竖了一个大拇指，灵娥脸蛋红扑扑的。哎呦，这还是少有被师兄夸赞的时候呢。大法师探出去的右手隔空一划，白泽嘴上的阴阳2气立刻消失不见。这妖帅此刻也是气急，张嘴就是一句：谁说要宁死不屈了？贫道屈，贫道这次现身就是想屈呀。师兄，这当真是白泽吗？应该是抓错了吧。大法师摇了摇头，好歹也是洪荒前辈，竟毫无气节，打杀了吧。两位人教高徒，圣人弟子，莫要这般折磨贫道了。白泽禁不住声泪俱下。贫道安排人去渡仙门送玉符，就是想提前与人道有所接触，尝试能否和解。贫道愿为人教看门护院，只求人教收留，勿要再挂念抹杀贫道啊！李长寿和大法师对视一眼，这对师兄弟顿时露出了差不多的微笑。大法师道：道友，我有少许不解，你一直躲着就是，也不会有人对你动什么念头，为何非要相助路鸦？若非有你指点路鸦，我便是凭太极图也无法预测出道友的踪迹。白泽悠悠的一叹，言道：当日路鸦去寻贫道，贫道本是想避开。路鸦当时黑气缠身，死劫已降，贫道曾答应妖帝护他周全，就帮他破了此劫。哦，妖帝？李长寿笑道：道友似乎隐瞒了什么，若真是因与妖帝昔日情分，或是答应过妖帝，道友说这话时妖帝2字的口吻不应该是这般清淡，就仿佛早已经想好了说辞。看来这位道友言语不实啊。师兄，是玉日女神，是玉日女神。白泽目中满是无奈，惨然一笑，叹道：是路鸦母亲曾救下过贫道性命。妖庭覆灭前夕，玉日女神已知妖庭与人族一战必败，故将这个小太子托付于贫道，让贫道救他3次。贫道如今已救了他3次，与路鸦两不相欠了。之所以说妖帝而非玉日女神，只是不想女生生命为此事所累，怕人背后说闲话。哪怕没有路鸦这回事儿，待水神道友修为再有突破，凝聚功德金身，又怎么会放过妖族出身的贫道啊？凭水神道友的性子，怕是要抹杀一切于天庭与人教不稳之事。贫道也是借路鸦之事与水神过招一二，水神竟能想到借天道之力消磨群妖耐性，这确实是贫道此前疏漏之处，更觉得差了水神几分，这才决意现身。若水神今日寻不到贫道，贫道当真就要躲去混沌海中保命了。这番话说的已经是无比的真诚了，简直是让闻者落泪，听者伤悲。重点突出了那种前路一片灰暗，不得已而出此下策的无奈。只是，师弟，大法师有些疑惑不解。
你为何要抹杀一切与天庭不稳之事？李长寿的嘴角一阵抽搐。这位道友在心底构想的吧？白泽顿时一愣，大法师笑道：说来也对，白泽道友怕是误会了点什么。就师弟你这般性子，若非老师给命令，除去赚功德之事，其他怕是什么都不会管。白泽不由有些懵，下意识地问道：若非心怀大志，水神道友何必苦心经营，与截教交好啊？这个算是意外吧，大概。毕竟第一次遇到赵大爷的时候，赵大爷说要跟我结交，我是极力拒绝的。那水神为何要创立海神教？海神教不过5、6座庙宇时，贫道就用神通时不时探查。道友当日在海神大典现身，蓄意与龙族太子敖乙结交。我如果说我是被一群巫人擅自做主为海神，被塞了一堆的香火，想去解决他们的时候又被龙族给撞上，刚好敖乙还认识我，只能够被动反击，也没人信吧。那故意引诱群妖汇聚妖生山，想夺灭人剑，又不想放走那些业障大妖，总归是想要多一些功德，只能引来更多的业障大妖过来了。算计西方金蝉子，大法师给的试炼。结交孔宣这般凤族大能，那是我家大法师的旧友，其实不是我主动结交，而是这位大能对我百般关照。李长寿话语一顿，皱眉注视着白泽，白泽像是有些晃了神儿，愣了一阵儿才道：水神道友，你之志向为何？李长寿反问道：不觉得在洪荒这般凶险之地，能安稳的活着已经是十分不易了吗？不然道友以为我有什么大志？白泽喃喃：如上古妖庭那般，成就2天地之位啊！灵娥在旁边当真是没忍住，扭头掩口，香肩一阵耸动。大法师也是表情有些古怪。李长寿反问了一句：那个不叫2天地，应该叫东木宫。道友啊，时代变了。白泽闭上双眼，默然无语，眼皮合上之前，双目逐渐的失去高光。李长寿和大法师在旁边一阵嘀咕：这白泽擅长推算探查，也算是上等的先天生灵，又是得天独厚的独苗，勉强也能跟了牛牛相比了。要不当个带不用的坐骑？这个自然是师兄做主了。师弟，既然已决定不杀这白泽，不如想办法控制他。看他神通本领倒是颇为不错，以后若是不重要之事，可以直接让他出出主意，就省得咱们费心了。师兄可有禁锢元神之法？自然有。大法师掌心中有2缕相生相克的气息互相缠绕，凝成了一个宝锁的形状。李长寿则是从袖中取出了5只卷轴，两个人默契地看向了那留着山羊胡的中年道者，露出了淡淡的笑意。半日后，八宝云光洞深处，那宛若诵经一般的起誓声终于是弱了下去。天空中出现了几声闷雷，天道之力来了又去。在一处宝池旁跪坐的中年道者身形无力地躺倒在地，眼角有浊泪划过，披散的头发也开始变得七彩斑斓。他额头多的那一点泪滴状的红痕，自是元神受制的印记。光芒闪烁，只道人的身影消散，凝成了一只异兽。它像是一只大号的山羊，又似是一头生长了柔软白毛的麋鹿。其身形修长，有角美之姿，头顶有束角，束角周遭生有3只七彩长羽，将束角完全遮掩了起来。
四只蹄子运着七彩光晕，与长羽散发的光芒交相辉映。这神兽现出身形之后，灵娥也不由得轻赞了一声：哇，本体好漂亮呢。可惜是个雄兽。白泽那无力躺倒的身躯又轻颤了几下。李长寿在旁笑道：恭喜师兄得以良棋。恭喜我做甚？大法师笑道：这白泽与你品性相符，自是你收他做坐骑。啊，师兄你不收他呀？那咱们费这么大劲儿做甚？直接扬了吧，我可用不到坐骑。白泽立刻跳了起来，睁开了一双修长的淡黄色眼眸，恶狠狠地注视着李长寿。大法师笑道：莫要推辞了，跟我客气什么？师兄，我确实无意。师兄设想，我若骑乘白泽外出，玉帝陛下又该找哪般坐骑才能压白泽一头？且我平日里本体在家中不出，都是用化身活动，化身陷入危机直接自毁，骑着坐骑反而不便。这个倒也有些道理。大法师皱眉道：那带回兜率宫，这还未禀告老君，若是老君不喜该又如何？师弟，不如安置在小琼峰上吧。小琼峰也不妥。李长寿双手一摊，我还没有做好将自己底牌展露给他的准备。安水城，这不是刚安排了那些魔兵前辈，若是让上古妖帅过去，那岂不是……够了！白泽低吼着：我自己在天上飞。大法师目光一扫，白泽顿时哆嗦了几下，立刻低头顺眼。属下的意思是，若是没有合适的安置之地，不如让属下在外面走动。属下善躲避灾祸，待需属下现身，属下立刻赶过去便是。大法师却摇了摇头，叹道：也不妥，如此岂不会让人说咱们人教不识英才，迫害瑞兽？